山水丰饶处，风味自成诗。在华夏的每一个角落，都藏着时间的窖藏与风土的密语。作为上汽奥迪 A5L 车主，受奥迪驾校会之邀，前往重组这座边境小城，在奥迪的晚宴上，开启了不一样的味道之旅。关于味的启蒙悄然发生。我觉得他能做那个。一道看似朴质的鸡，能转化为清澈的茶色高汤，重新诠释着鲜的风味艺术。如山的食材，精中选精，每一寸都是精致。接下来就是要让大蒜开花，一定得是精雕细琢，把普通的食材变得与众不同，这就是国宴标准。小火慢煲了7个小时的完美高汤，取其精华，每一滴都是鲜香四溢，红白两臊，汤汁还会更加清澈见底。好的汤一定是茶汤色，一口入喉，香沁肺腑，这才是中国味道，国宴品质。从家常到非凡的探索，本质上是一场精神远航，在精准操控与优雅中进行，寻找独属于自己的节奏。鸡的质量呢，决定了高汤的上限，它的鲜味、它的味道醇厚，全要通过一只好鸡来完美的诠释。所谓品味，是在移动中见天地，车拓展了生活的半径，而味则定义了生活的深度。哪怕一碟简书，山珍味之，顿时有了山河风韵，只是对味觉艺术的不懈追随。就像奥迪对操控与美学的匠心传承，于精湛根基之上，成就无限可能。生活之味亦在此中。驱车千里觅山仙，野径穿云见水边。百转汤中微至味，匠心从不负天年。史上最神奇的排骨做法，要味儿有味儿，无比绝伦的红烧排骨。排骨入锅，凉水下，让排骨充分的挤压出里边的这些血水，放凉水，让血水释放的更加透彻。再次开锅呢，咱们就可以把这排骨捞出来了。接下来这可才是真正的原汤化原食，放热水，小火慢炖30分钟，用排骨自己煲煮出来的汤水去把排骨香上加香。排骨先让它扭一扭，一拉，偷梁换柱，年糕往里边一装，有如春蚕破茧一般。土豆行不行？换天换地换一切，就是不能骨头换骨头。直接上锅烧排骨，肉面朝下，筋面朝上，排排整齐。肉香出来了以后，轻轻的一翻，借着煎刺出来的点油脂，让整个的排骨慢慢的增香。姜、大葱、八角一块，两边各煎了1分钟，调配味道更加简单。每根排骨个个精神，炖煮排骨的排骨汤，原汤化原食，它想难吃都难。保持一个中火状态，一定要把这整个的汤汁收香、收浓，收出美丽的好味道，又黏又糯又醇香，无比绝伦的红烧排骨上桌开涮。是一道让南方人迅速爱上北方美食的铁锅炖，肉香十足，一锅出。保姆级的教程400克的中筋面粉，3克的酵母，泡打粉来2克，焯拌均匀，温水往这小窝窝里边一倒，简单的一揉，轻松的一搓，光滑的卷子面这就齐了。大豆角一定得是白，吃起来嘎嘎香。分出来的土豆还是我们正宗道地的东北手法。食材准备就这么轻松简单，直接上锅炖。笨豆油、菜籽油双油合一，完美成香。排骨走，旺火快煎，爆火快炒。排骨已经慢慢的变得焦香十足，肉香四溢。只要排骨一出香，一定少不了咱们东北大酱，再加上黄豆酱。酱入锅，翻炒酱，酱过排骨，排骨香。锅里放点散篓子，我的热情好像一把火，燃烧了整个铁锅。小香葱一节，静等锅开。一边铁锅炖着，一边咱们做卷子，前推后拉，把面整成方形，均匀的把豆油涂抹在面皮上面，小椒盐往上面一撒，把所有的味道包裹在这薄薄的面皮里边。卷子的边缘刷点水，这样能够让卷子均匀的粘合在一起。肚里有货，内有乾坤，轻摁慢拉，一划，一头往另外一头一卷，漂漂亮亮的卷子，这不就来了吗？在我们东三省万物皆可一锅炖，直接把这卷子搭在这汤面上面，盖上锅盖，小火慢焖它15分钟。整个锅里边的卷子已经完全的蓬松暄软，肉香十足，土豆沙粉，东北热情的一锅出，你值得拥有。开涮！
与众不同的椒盐虾，表皮焦脆，肉里爆汁，做起来特别简单。首先，咱们把这虾先处理一下，虾的选择一定是有水活虾。做菜呀，就是去其糟粕，这样的话呢，咱们就可以大快朵颐了。整个虾肉裹粉之前呢，一定要做一个非常重要的步骤，就是吸水。表面残留的水分，它会让整个的虾肉在锅里边形成爆裂，我们就容易烫伤。椒盐，下手给大家来一个传统上面的升级版，花椒、小茴香。升级版在于黑白红胡椒，再加上干辣椒，1份的香料，3份的盐，直接上锅炒椒盐，小火慢炒。因为盐的升温过程会非常的缓慢，锅里所有食材也会在慢慢的热力传递下变得脱水、出香、出味儿。芝麻一熟，兵分2路，一路取料，一路过盐，把干料油整化连，碾压的越碎，香味儿最后完美的交融程度越高。叫了这么细，谁还去餐厅吃椒盐虾呀？我就希望让大家伙儿把餐厅搬回自己家，轻轻的一搅一拌，这个才是2025年椒盐的天花板。直接上锅，椒盐虾，油温7成热，虾肉入锅，均匀的翻动，直到大虾表面变得焦脆，黄金时间59秒，整个的大虾连油带料一起出锅，不需要额外加油了。蒜蓉、洋葱、红椒、绿椒不停的爆炒，出香，放虾，保持着中火状态，金黄酥脆，肉里爆汁。只要让椒盐均匀的挂在虾肉上面，咱们这道菜就直接可以去了。大叔，哎让您猜这个。45.9块，饭盒还收3块，油有点大呀。这道菜真的是不适合外卖，到家味道和口感都大打折扣了，咱回家自己做。哈，这酸菜鱼必须是先喝汤后吃肉，不能喝汤的酸菜鱼那都是伪命题。霸王做菜就得是霸气外露，黑鱼又称为水中的霸王，撒重盐，再加醋，锅热热水，啪。做个菜不容易嘛，先汆烫，再去掉鱼鳞，腥膻味道从一开始就消散殆尽。简单几刀，把鱼分档取料，物尽其用，一推一拉，我亦无他，手熟耳。片鱼要吃大片，这鱼吃的才够过瘾，薄薄一片，完美展现。骨肉分离以后呢，咱们这鱼还有一个重要步骤，重盐、花雕酒，把鱼充分的揉捏，简单的抓捏1分钟，清洗2到3遍，直到鱼肉晶莹剔透。这个酸菜呢，是我们老缸酸菜，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刀口处理。酸菜帮1片出脆，2片出香，酸菜叶大小一致，酸菜头轻抹成片，直接开始腌鱼片，稍微抓捏，一定让鱼肉充分的起胶补水，再抓，循环往复，才能达到久放不柴老的极致口感。红薯淀粉轻轻一揉，融化成沙，封油，鱼肉更加的晶莹剔透。能喝汤的酸菜鱼，这汤一定得是单熬的。先放老姜，砍成块儿的鱼骨，两面各煎1分钟，翻个，直接冲热水，从冷到热，从热到白。血沫撇净了以后，盖上锅盖，大火5分钟，快速焖汤，就像是羊齿玉融化在水里一样。金汤的水煮鱼，隔渣取汤。炒酸菜必须是猛火，否则这酸菜的脆爽和鲜香就没办法被激活。不，你这干嘛？你这烧厨房呢？虽然咱们的灶火不够猛，排烟也不够好，但这不是到了华帝卷灶了吗？一摁这儿，立马开启爆炒模式，而且开启灶台的同时啊，烟机也会同步开启。它拥有超大吸力，能够快速拢烟，做到油烟从中过，片味不沾身，而且还能自动检测 PM2.5，每3分钟自己监测1次空气，只要 PM2.5 超标，会自动换气加净化。还有这超薄壁线，直接隐身厨房，颜值与实力并存。这个玻璃还是 AG 玻璃，光滑不沾油，污渍一抹净。有了它，下厨也是一种享受。必须的，有了这金刚钻，才敢揽这瓷器活。酸菜入锅，一定要把酸菜炒到发白，这才是重点中的重点。让酸菜的酸爽和鱼汤的鲜美与你在一起。汤锅微开，汆烫鱼肉，鱼肉受热会快速的收缩，细嫩丝滑，酸爽诱人。金汤沸腾，白鱼跳，辣油泼金，香满灶，鱼碎热闹锅中滚，鱼尾摇红，上没烧。大叔今天只用9分钟就给你们做出一道漂亮的拔丝地瓜来，个个是外焦里糯，形状完整，必须得是9分钟之内完成。今天咱们这个拔丝地瓜依然是国宴手法去做家常美食，夏叔也在这1年里边成熟了很多，进步了很多。减少油的炸制时间，汆煮这步非常重要，沸腾大火煮它1分钟，控水。时间紧任务急，咱们一边做油锅一边做水锅，炸地瓜熬糖液，地瓜一定要裹粉。7成热的油锅，咱们直接下地瓜，高温下，中温炸，再逐步提升温度，让整个的地瓜完美成熟，不会吸收任何多余的油脂，整个的汤汁变得越来越粘稠了。准拉丝的状态的时候，就已经可以吹出小泡泡来了。祝愿大家在2026年一炮冲天！捞地瓜金红诱人，外焦里糯，形状完整。锅里的糖汁外出一部分，另有妙用。地瓜往里边一放，挑战不可能，夏叔就
就是喜欢你们给夏叔出题，夏叔来个个解决，剩下就是千丝万缕，步步唐丝雨。还多长时间了？还有30秒。金丝万里送大家一盖金丝帽，大家福气到；耳挂金丝袍，大家都有大红包。非常简单，非常好做，9分钟之内完成任务。开卷。